本师释迦牟尼佛，听念文殊智慧勇士，今念传承答案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被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其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继续学习，这个人生难得啊，人生难得。人生难得里面呢，现在讲第4个问题，也就是说色为数目之差别。那么这一个课盘当中呢，主要讲我们这个修行人的数目跟不修行的众生的数目就进行对比，之后呢会了解这个真正是这个修行佛法的人呢非常的这个稀少就会懂到这一点。所以说我们最近也要求大家就一定要这个实修。这个实修呢，每一个人来讲就非常的这个重要。如果这个依靠人生难得了，没有断除精神的贪执就是那么我们的这个修行呢，就是不会这个成功的。所以说首先呢我们都不强调就是得什么就是高法或者是获得最这个殊胜的一些这个观点也好，参也好，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法。刚开始的时候，作为初学者，一定要把这个家信呢修好，打好这个基础。如果你真正从这个心里面呢对这个家信所讲的内容就有所感悟，有所体会的话呢，那么就其他的这个法就是不得不修，自然而然就是你有一种这个非常强大的力量如果你这样的这个基础没有就是打好的话呢，表面上虽然呢你就得到了许许多多的这个境界就是深深的高法，可是呢这种这个理念不一定就是长期存留在你的相续当中所以这是我们通过这个很长时间的一种这个经验也是呢就是前辈所有这个高僧大德们对我们这个留下来的应该说是这个教诲的结晶所以我们在座的这个道友的话呢一定要把这个前行的内容就是要这个搞懂然后搞懂了以后呢，就是进行这个思维。当然文字上呢这是浅显易懂的，就没有什么不懂的。我想所有的人都是应该字面上会了解的，但是呢看它的内容真正让这个有感受就有体会，不仅是有体会，而且长期呢就是贯穿于自己的相续那这种人呢恐怕是不是这个很多的所以我们佛教里面呢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自己所得到定界这一点就相当的这个关键了。比如说我们说人生难得，人生难得呢谁都会说就是法师也在法座上经常说这个人生难得，佛法难遇。我们凡是学佛的人呢，这个概念大家都会说，可是有多少人的心里面真正就是觉得通过自己修正过来的这个人生难得的概念就白天就是你做任何事情也好，晚上睡觉也好，甚至做这个一般的这个为仪在这个过程当中始终都是念念不忘就是真是的确是很难得的。这种定解呢，就是并不是说这个人云亦云，别人说，因为我的老师说就是人生难得，或者我的上师法师说人生难得，所以可能人生是很难得，不是这样的。自己呢就是真正已经这个感受到了比如说我们这个手就是你摸着这个火，摸到这个熊熊的这个火焰，那就是火的话呢，那就特别烫。就是别人说什么的时候，你自己有个很强烈的感受别人说这个亮的很，这个好轻松就你就不会承认的，就特别烫，就这样的。同样的道理，你如果人生难得的这种修正，在真正自信当中有一种这个
就是悠然而法的话呢，那么就是别人说什么就是人生是快乐啊，人生是这个美丽啊如何的一些这个谎言或者是一些词语的话呢，你心里面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就是担着它，没有什么担着它，就你自己呢就通过修正之后，确实这个人生呢就不是一般的难得，就是这个你自己就是一种怎么说就这叫做所谓的这个体悟就是体悟就是一般中国字呢，就是这个的悟就是悟的话，那就是这个心和这个我两个结合起来呢，就是叫这个悟所以我们并不是说别人就是说什么，或者是身体上外境上不是什么，就是应该是自己的内心呢，就是已经完全就是感受到就是它的本质，这就是一种这个悟性。所以我们对这个家信呢，有没有开悟者呢？就是有开悟者就是人和人也是说什么样的这个语言呢，就是不会退转的。最后你自己呢，哪怕是成千上万个人今天来到你的面前，就是说是人生就是容易得到就人生是快乐，那这样说的话，你就最后呢就是不会转移，就是觉得人生很难得的，这些人只不过是没有懂到我所讲的内容而已。所以我们佛教里面的这个心性的话呢，不是迷信就是确实是智信。就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佛教的这个心性呢，就是完全是通过就是有一种怀疑，这种怀疑呢，就是进行这个观察之后呢，就是迁出这个疑惑，迁出疑惑以后呢，就升起了一种定解，这叫做是诚挚心性，也叫做是圣解心这样的这种心性的话呢，我们一般实践当中呢，就是很难得的。比如说现在特别爱学一些自然科学或者是实践的一些这个学所的人呢，那么他们也是认为是这个兴趣是需要的，如果没有兴趣的话那就是不可能这个成功的。但是这种兴趣呢，很有可能就是带迷信的成分。我们佛教里面的最高的这个心性的话呢，应该说是通过自己的这个详细细致的观察之后呢，得出来的无误的这个结论呢，就是叫做这个心性佛陀在经典里面也说是你们就是应该要再三观察我的这种就像是这个垂帘镜子一样，就是再三观察我的这个教育，而不要认为是因为是我说的而就是接受或者是这个起心恭敬，不应该这样的。其实佛陀的这种金刚语的话呢，就是允许我们这个就进行这个观察。如果我们觉得就是不合理的话呢，我们可以提出不合理的这种不合理的这种辩驳就是不合理的辩驳。所以呢就是非常符合真理、符合这个实际的这样的一种理念呢，就是我们这个需求的目标。这种需求呢，什么时候得以成熟呢？叫做是真正的这个心性。因此说呢，我们现在这个表面上看到这个人生难得呢，其实它是一种很简单的这个无家性当中的共同家性的一种修法。但是你如果更深层、就怎么说更加细致的去思维它的内容的时候呢，那它就是涉及到就方方面面的很多的这种修行的这个境界就所以说呢我们一般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像我们这个实践的这个孩童这个学这个文字的时候，刚开始就是从拼音入手就是拼音如果没有这个学好的，就像我这样的，就我从没有这个学过拼音，就是所以现在说韩语就是你们都笑，就是一直是我自己也是不好意思，就是但现在没办法了，现在转过来呢就没办法了。同样的道理，有些人呢就是没有这个大好这个前行的基础的话呢，那你得很多的这种高法，就是最后要下来的时候呢很麻烦的，那个时候就是转不过来就是这个孩提时代呢，就是应该是学知识的时候，但是你长大人以后呢，你从开始摸索学的话，那就是都不能成功的。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很多修行人呢，刚开始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入门不对就包括有些上师的话呢，自己也是的确是这个在显现上呢没有这个好好的实修这个家行，没有实修家行的原因呢，给别人也是带的是。并不是特别的有这个次第性的这样以后呢就是很多的这种包括他的一些这个金刚弟子的话呢都那个
就引入到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门派当中去，就是这一点就是可惜的，就是我们有些现在的这个所有的有些上师的话呢，有时候就真的是一些这个具有系统性的、次第性的这些法门的话呢，就不重视就有些很认真的在这个学可是呢，有些上师说你就跑到什么什么地方去那里有这个加持很大的，你去闭关你去我都觉得有点这个可惜，就是但是也没有办法，因为他毕竟是他的弟子，就是所以我没有这个权利就是这个私有财产，就是如果这个归为我的话，那就是那这是这个不合理的，就是但一般来讲，有一些怎么说有些上师都是比较就是有才华的、有智慧的、有财富的人，那就是带过去。一般就是这个没有这个财富没有才华、没有没有能力的这些人呢，经常介绍给我，就是这个你照样看过，就是就经常就是写一个长长的这个介绍信，就是这是我的弟子，你来包括他的生活这个他的住处他的修行他的最好的弟子为什么不给我介绍？开玩笑下面我们呢真的是那个要这个打基础很重要，如果稍加审视众生的数量以及次第，就会发现获得人生的众生实在是微乎其微如果我们通过自己的这个智慧来就是观察六道轮回当中的所有的这些众生的数目就是他们来到世间的这个次第就是他们的一些这个状况就是进行我们这个观察的时候呢，会这个发现呢就人生是确实是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难得就非常的这个难得。如佛经当中是这样说的：地狱众生呢，就是犹如夜晚的这个梵行，而恶鬼则如白昼之这个星星就这个数量上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夜晚就是尤其是这个秋天晴空当中的这个群星就是星星的话，那就这个不可计数，就非常非常的多。而这个白天的话呢，几乎都是我们这个肉眼呢，就是看不到这个星星的。即使看得到的话，那就是一两颗而已。就实际上呢，就是没有很多的。那么这个地狱众生跟那个这个恶鬼众生比较起来的话呢，就是他们两个之间的这个数目的差别呢，就像是白天夜晚的这个星星。同样的道理，恶鬼众生呢，就是犹如夜晚的梵行，而在这个旁生就是这个旁生则如白昼之星星。旁生这个众生呢，也是这个如夜晚就是夜晚的梵行，而三区众生则如白昼之星星。就是所以说这个地狱恶鬼旁生就是一直呢就是三区众生，上山区的这些众生，相当于是我们世间的，比如说像金字塔一样的，就是越来越上来的时候呢，就是众生就是越稀少，而这个下去就是尤其是这个地狱里面的众生的话呢，就是多的就是不可计数就非常非常的这个多。就这是这个一部经典的这个观点就是这样讲的，因为每个经典里面呢，就是都有一些这个不同的比喻就是都有不同的比喻。此外，就是有些经典里面也这样说：地狱众生呢，就是犹如大地之微尘；而恶鬼众生呢，就是犹如恒河沙。就恒河沙和大地的话呢，大地微尘就是比较起来，就是肯定恒河沙数没有那么多，但是恒河沙数也是非常一般来讲，佛经里面就是特别多的一种这个比喻。然后旁生这个就旁生呢，就是犹如这个旧草就是旧草；阿修罗的众生呢，犹如弥漫大雪；而人及天人仅仅是指甲的这种微尘。所以一般来讲，这个阿修罗呢，旁生是这个犹如旧草一样，就是特别特别的多。然后这个比较起来的话呢，那么这个飞天呢，就是飞天众生呢，就是我们这个冬天这个雪花纷飞的时候的，就是那样的这种数目，就是也比较而言就是不是那么就是多的。然后人和众生，人和天人的众生呢，就是指甲上的这个众生就指甲上的微尘一样的，就是非常这个稀少就稀少。所以这个原因是什么呢？这个原因呢，就是不能看错就是有时候我们经常也是可以感觉得到，就是现在世界上的人们的话呢，造的这个恶业呢，就是非常非常多的。
就是可以说是每个人都在这个造恶业。那造恶业的话呢，就是这个善恶因果是这个始终都是不会虚耗的。那么造的恶业的这种果报的话呢，就是一定会是成属于这个恶趣里面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可以看得出来吧，比如说有100个人的话呢，他真正是来这个行持善法的有多少人呢？你可以到这个一些大城市的十字街上或者是商店里面、餐厅里面去看一下，就是这些人呢，就是有没有就是发这个菩提心，有没有呢就是亲自亲近的戒律，有没有呢就是念这个佛经呢，就是当这个行持善法方面有没有？而他们就是造的恶业呢，甚可以各方面的这个业呢，的确是非常的这个可怕。以前人们就是刚开始出界的时候的话呢，那么就是十不三业都不造，就是那个圆满界的时候呢都不造。那个时候呢，根据这个历史和一些俱舍论的观点的话呢，就是地狱众生都是没有的。但因为后来呢，就是十不三业就是不断的就是造，尤其是现在末法时代增持，在这个时候的话呢，众生就是所做的这个罪业都是非常非常的可怕。所以一般来讲呢，就是大多数的这个凡夫人的话呢，就是全部都是这个入于这个恶趣当中就是由于诸人类多次不善品，就是那个应该什么那个400人当中也是这样的吧，就是一是注意一生多于恶趣。所以我们这个人类当中的大多数的人的话呢，就是行持的这个不善业就因为这个原因的话呢，就是大多数的凡夫人呢，没有这个希望这个解脱就是都是这个堕入这个善恶趣就是地狱恶鬼旁生当中。因为我们平时的这个起心动念呢，就是全部都是怎么说就是一种这个恶业这个地藏什么这个本愿经里面也是说了，就是说是这个阎浮提众生呢，就是具这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的确，我们现在尤其是你可能就是到一些这个大城市里面的这个人跟他们就是进行这个交往进行那个探讨的过程当中呢，就发现得到就是造恶业的话呢，就是每天都是不说我们就是一辈子就一天的这个业的话呢，可能就是几百万年当中都不能就是解脱的，就是恶业是就是造的特别的多，而这个善业的话呢就微乎其微，少之又少就我们可以这样想，就是整个这个人类当中就是现在每天都是他们就是杀生每天都是吃肉每天的就是造了多少的这种恶业，就是可以看得出来。不说我们别人，就是包括我们现在人类很多人是这个出家相的，但是你以前呢在家的时候就日夜的是造了多少这个恶业的。所以通过这样的这个业跟现在所做的善业比较起来的话呢，你有没有把握就不夺而去你这个善和恶呢，就是你要这个平衡你要平衡的时候呢，你自己觉得呢，虽然我造了一点这个业，但是我这个善业呢，就是肯定很重的。就是如果这个善业就是放在这边，就是恶业放在就是左边的话呢，那肯定有希望。就是现在我这个善业呢就比较重，我就直接这个上升到这个天界当中人天这个福报呢，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有没有把握？就是我们自己的是很多人就是已经眼里这个世界，就是出家人的话呢，也很难有把握。更何况说呢，就是在家人当中就不信佛教的人、持邪见的人、毁谤这个三宝的这些人那这些人的这个言行举止呢，就是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可怕。所以为什么是地狱众生是那么多呢？应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现在实践当中真的是这个人间地狱一样的。我都经常这样感觉有时候是一进到就是一大的这个餐厅一餐厅里面的话呢，就是基本上是几百个人，就是一大桌在吃。那么一个餐桌上的话呢，就是都是这个活生生的一些这个虾鱼就是这些。那通过这样的怎么说就是一种这个行为的是可以看出来就这些众生呢，死完了以后必定会是堕入恶趣的，这没有什么这个说的，就应该是没有什么这个神通，但是呢，就是对来是应该是可以这个固定下来的。因此我们真的是这个怎么说
这个佛经里面就是所讲的，就地狱众生跟现在的这个世间的人间呢，众生心思散发的入道者相比较的话呢，入道者就像是指甲上的这个微尘一样的佛在那个应该《杂阿含经》吧，就是《杂阿含经》里面也说了，就是说是这个如家上土如是众生人道这一夫如是，就是如加上他如是众生，人道这一夫人，意思说呢就是这个就像这个指甲上的这个灰尘一样的，指甲上的这个土一样的。那么就是心持这个善道者的话呢，就是非常的这个稀少，就非常的这个少就非常的这个少。然后呢，就是什么这个入大地土呢？如是非人一而已，意思就是说呢，那么就是其他的这个众生呢，就像非人、地狱、恶鬼旁生呢，这些众生的话呢，那么就像是大地上的这个土一样，就非常多。涅槃经里面专门有一个比喻，就是佛陀有一次呢，就是他在这个大地上就是加了一点点就是微尘，就是然后跟这个迦叶尊者看，然后问那个迦叶尊者，我书上就是加的这一点就是土呢，就是是不是很少？就是说这个尊者呢，就是回答说就是非常少。然后佛陀问那个，那么你说十方这个世界当中的所有的大地的这个微尘土呢，是不是很多？然后迦叶尊者回答说是这个十方就是这个大地的这个土就是相当多。然后佛陀呢就说你应该这个知道，就是得人生真正心持善法的这种人的话呢，就像我书上拉的这个微尘一样的，而这个没有得人生或者心持这个恶业的这样的这个众生的话呢，那么就是整个十方就是大地的这个微尘一样的就微尘一样的。所以其他的有些佛经里面也说了，就是得人生者如抓上土，是人生者如大地土就是以前在哪一个经典里面忘了那个他的经典来源，就是得人生之人呢，就像是指甲上的这个土就如抓上的，就是抓上土，就指甲上的土一样。然后那个是人生就失去了，虽然有一些已经得了人生，但是已经失去了它的价值每天都是忙忙碌碌造恶业，所以这种人生的话，那就完全已经这个失去了。那么这种人的话呢，那整个这个十方世界的大地上的土那么多就是全部呢就是向下就是堕入恶趣。因此呢，我们现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你就不要就是认为是这个修大圆满前行不会修不能修怎么心里面生不起来，不用这么想。其实这个修下去了，真的很容易的。你从他的比喻上面呢，对佛经呢就是有虔诚的信心因为佛经呢千真万确的，这千真万确呢并不是我的迷信因为我是佛教徒，所以你佛说的是一切正确，不是这样的。我有最高的这个智慧呢，精心观察的时候，我找不出任何的缺点，最后我不得不承认佛的金刚语。那以这样的这个前提下呢，我现在就知道佛经是应该是没有任何过错的，非常正确的纯正的语言。那他所说的那些比喻呢，就是也应该就是非常的正确。然后佛经里面所讲到的这些数目跟我们平时呢这个实践当中的这些众生呢，我们可以就是对比佛陀是光是在一个经典里面所说的内容我们不能这个理论结合实际的话，那可能是已经这个不合理的了。但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就是学佛的人跟不学佛的人，然后旁生跟那个人类然后恶鬼跟这个地狱的这些众生呢，我们能比的呢，就是就进行比。如果我们实在不能比的呢，就是我们对因比处呢，就是对神教就是有这个信心来进行推理就这是一种正确的这个结论。所以在这里面就是说，总而言之呢，就是得这个三趣身份的人呢，少之又少就是得三趣身份的人非常少的。当下我们也可以进行观察，比如在这个夏季里面，仅仅是一方草地上存在的汗水，或者是一个浴穴当中的蚂蚁数量，也超过了南瞻部洲的人数。这是我们进行的，不是光是理论，就是实际当中的话呢，我们就是可以就是进行这个观察。夏天的时候呢，一般来讲旁生呢就非常多的，就是在我们藏地也好，在很多地方的话呢，那么这个夏天呢，就是很多这个蚂蚁也好，就是地上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虫呢，就开始这个出来。正因为是这样呢，就我们这个很多戒律当中的话呢，就是夏天呢，就是尤其是这个出家人呢，不能随便在外面草地上这个游行，否则的话呢，比如说你这个踩一只脚的时候呢，起码就是在这个草地呢，或者有这个
有画啊，就是有操纵啊这样的地方的话呢，可能你的这个教下呢就是才是就10多个以上的众生，就这个是绝对的。虽然有些佛经里面呢，就是说是我们就是不是故意猜的，就是一般这个教下猜的这个错呢，就是它不是这个故意的原因呢，就是没有就是大的这个罪业，但实际上呢也是杀害了就是别的一些这个生命。因此佛陀在这个戒律里面要求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就是安居这个3个月啊，就安居3个月，就是说的这个原因也是这样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知道就是夏天的时候，有时候呢，你可以到这个山上啊，就是草地上啊，就你了解一下，就是这是我们就是真正的这个试验，就是看佛经里面是这样做的。那实际上是不是人和旁生之间真的有那么大的这个数目的差别吗？你可以看，但那个时候呢，你可以知道是一块地上面呢有多少个汉生呢？就是以前我小的时候啊，就经常放牦牛，就是在山岩上、山顶上的话呢，有时候啊，就是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就是云雾缭绕，尤其是下雪啊，就是有一些下毛毛雨啊，或者毛毛雨和还有一些这个就是雪化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些岩石上，有一些这个山上的话呢，就是非常多的这个虫啊，就自然而然这个出现的啊，就整个一片的不管是这个芦坎也好，石土也好，草皮啊，全部都是遍满了密密麻麻的，就是的这个黑色的那种这个小虫啊，就可能在一块这个小小的地上面的是有这个几万亿，就是非常非常多的，就是一般来讲是我们都不敢就是走路啊，就是万一这个走路的话，那要踩死这个无数的这个众生，就会这样的。所以有时候呢，就是通过这种比喻，也是完全就是明白啊，真的是人跟这个旁生的数目比较起来，还是差别很大的。尤其是以前我小的时候去的有些这个森林当中啊，就是到了冬天的时候，那个蚁穴里面的蚂蚁啊，就是非常多的，就是几千只、几万只，就是相当多的。那么这样的这个数目的话呢，完全的是超过我们现在就是有些地区的这个人类就是现在那个有一个鱼啊，就是叫做是什么？就滩养鱼，有些时候是翻车鱼，有些时候是月亮鱼，就是它是这个世界上那个就是产质量比较高的，就是它一次那个产的话，那就是有3亿多个这个就是这个小鱼啊，就是3亿多。还有呢，实践当中因为不同的这个业力显现，就是很多的这个鱼的肚子里面就是有很多鱼苗，就是相当多的。那么这些比较起来的话呢，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啊，这是这个60多亿这个人类呢。那么这样的这个鱼类呢，就是你这个翻百几次啊，在这样的话呢，我远远的是超过就是世间的所有的我们这个人类的这个数目。所以就是的确是一座山上面的这个所有的这些虫，包括虚空当中或者是大海里面的这些旁生的话呢，那么我们的这个人类的数目比较起来的话呢，那非常非常的少。所以说人跟这个旁生呢，不用就是说很多了，就是人跟我们这个旁生的这个数目呢，我们可以这个比较。因此我们夏天的时候也好，有时候看那个什么海底世界啊，就很多这些外面的这个生命的时候呢，应该有内心当中呢就是有一种人生难得的感觉。可是我们有些包括佛教徒的话呢，以前在这个香港和别的地方的话呢，我跟很多佛教徒一起去这个海底世界海底世界的时候，当时我跟有些这个上师就感觉得到，真的是所谓的人生难得，说的一点都不虚，就是心里面的是对他们就是特别的一种升起背信。可是有些居士的话呢，好像没有什么感觉，这个鱼好漂亮，过来，你好可爱下面就是说那个这个没有什么笑的，人类与旁生之间的这种差别就是差别显而易见的这是我们应该可以这个通过观察就完全就可以了解。人类也是一样的，如果观察无有佛法光明之变的人数，就会认识到身在有佛法光明地方的人
就是极为这个罕见的，就是我们从这个人类上看，就是刚才人类跟动物，就是旁生比较起来，就是我们人很多的，人很少的，这个旁生就是很多的。然后人当中也是，我们如果观察这个没有这个佛法光明的这些地方的人呐，就是特别多，尤其是现在大城市里面呢，就是的确有时候看那个说没有佛法的话，那就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佛法，里面也有一些信佛教的，也有一些这个出家人。但是佛法信不信神呢？就是一点都不信神就我们经常到一些这个城市里面，就是像这个上海啊、北京啊，就是还有一些国外的，就是各大这个城市里面的时候呢，人越多的地方的话呢，就是基本上是这个佛教就是教化正法呢，就是非常的这个稀少就是然后就是佛法光明这个存在的地方的话呢，就是人就是比较这个少。就比较少，就像我们藏地的话呢，比较而言呢，就是应该是这个佛教是这个兴盛的但是呢，就是人类还是很少的，就是大家都应该清楚。我们不说别的，就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甘孜州就是甘孜州的话呢，大概是可能我看前几年呢，就是整个甘孜州有18个县，18个县的这个人数呢不到100万。不到100万，但是佛教呢，就是比较而言比较就是发达吧，就是可以说整个甘孜州有515座寺院，就是开放的吧，好像没有开放的也有很多寺院。那这样平均下来的话呢，就是每一个县里面呢，就是有些多的呢，就是可能有40-50个寺院就是一般这个人数呢，比如说我们这个色达县是应该4万多人。罗河县也是4万多人，康定县是可能12万多吧。这样小小的一个县镇的话呢，这个30-40座寺院就是这个算也可以，而且这里的人呢，90%可能99%以上呢，就是都是这个信佛教的，就可以这么说。但是这个人呢，你看这么大的这个地方的话呢，人基本上的，有时候我们坐车就是坐了半天的时候呢，就是才看见就是一户，就人应该是这个很稀少的，就是因为佛教这个兴盛的地方的话呢，就是人就是比较这个少的。然后我们翻过来说，像那个大城市比如说我看成都就成都以前市内人口呢就460多万，就包括这个外面的几个县加起来的话呢，前几年是900多，可能现在有1000多万人吧，就是整个四川是1亿多人。然后像上海的话呢就是1800多万人北京是1600多万吧，就让我有时候想，这个上海呢，就是有多少个出家人呢？就是有多少个出家人？然后我以前就找过一些资料，就是也没有找到，就是到底是有多少个出家。但我们基本上知道，就是上海整个市里面就是有几座寺院，寺院里面的这个出家人也不多的。北京有多少寺院，我们也基本上清楚。所以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比例就是的确是人相当多的，但这里面有一些居士可能是就有一部分的，但是居士呢也有一部分是完全是这个精神当中的，比如说拜佛像就是就是什么就是家庭平安就是真正的想获得这个解脱的真正信持三法的这种人呢。在一个大的这个城市里面呢，有多少人？比如说，上海有1800多万人的话呢，那么1800多万里面就是真正这个希求解脱者就有多少人？就是我们有时候呢，可以就是观察一下，你到了这些大城市里面的时候呢，你自己，因为你来自于这个很多大城市的话呢，你也想到你的家乡呢，你的周围就这些人是有多少个人这个信持三法？那么这些人没有信持三法的话，这些人死了以后造的业是多少？那他会不会堕入恶趣呢？就是有因必有果，就是必定会是堕入这个恶趣，因为他一辈子当中就是行持三法是就非常的这个稀少，而造的这个恶业的话呢，就是堕入山王，就堕什么就是这个大入山王就非常的这个可怕。所以说呢，我想我们很多这个佛经里面所讲的道理的话呢，你们这个修行的时候呢，自己思维，这叫做这个修行。人生真的很难得，这么多人当中呢，真正让得解脱比如说上海的这个1000多万人，就是那真正我们自己呢就是通过业因果的这个观察的话呢，有没有这个
1万人这个有把握就是转生到人天啊，就有没有就是自己可以想，就这个我们可以就通过观察也是推得出来。这样一来的话呢，恶趣的众生是不是很多啊？就是决定是很多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说，我们这个也可以呢，就是通过很多方面来，就是进行就是对比啊，就这一点很重要。尤其是具足暇满人身是更是具为精要，尤其是我们前面所讲到的，真正是具有这个这个18种这个暇满的，就这样的人数的话呢，那我刚才所说我们这个甘孜州就是有500多个寺院呢，500多个寺院呢，总共有5万多出家人。啊，就5万多出家人当中呢，真正让这个具足暇满的人有多少？就是这个我们也可以观察，就很多出家人你自己观察自己的时候啊，我们比如说每个人就是做一个测试，就是看你具不具足18暇满啊，不具足，这个不具足，那个不具，你具不具足？一个一个的，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可能很多人呢。自己不是别人说的，自己就是站起来说我不具足暇满这个18种暇满不具足。这样下来的话，真正具足的有多少人啊？就真正具足的有些高僧大德、前辈历史上的这些是我确实是具足的，他们白天晚上也好，很多心慈善法的话呢，让我们非常的这个羡慕啊，就是就以前那个。吉旺康波就是他给我们讲那个这个大圆满前行的时候也是说过，就说是哎呀，这个有些像高僧大德的这个传记一看了以后的话，那跟我们这些凡夫人差别非常大的。比如说像华智仁波切和蒙恒仁波切传记一看呢，然后知道是就是有时候呢这个蒙恒仁波切是一辈子都是可能造论点，就你看造了那么多人，就是让我们抄一遍的话呢也很困难。然后一看到他弘法利生的一些事情，讲经说法的，可能是他是真的一辈子都是讲经说法有时候看到是他在做其他的一些这个心慈善法方面的事业的话，好像一辈子都是做善事一样。一个人的这种发心的能力就非常的这个就广大就高僧大德们的话呢，他对自己的这个修行呢，每天都是念的经修行像那个华智仁波切前行里面不是讲的嘛，就是25遍呢，就是这个听书前行，并且信此的，就很多上师以前讲过，就是这个是每一次的话呢，就是基本上是圆满那个无家心的。可是我们现在一个无家心要完成的话呢，多少费力啊！前一段时间一个居士给我打电话，绝对不可能刻10万个大图哪有这样的？我刻了100个图的时候，把我传了3天3夜。真的，我们没办法，我们心慈善法是特别的微弱就稍微刻几个图如果你看我们每天现在15分钟刻图的时候呢，很多人都就是觉得马上到了好马上到了。可是如果让我们这个心慈恶法或者是做一些防疫的事情的话呢，你不要说是这个15分钟，10个15分钟的话呢，一晃就过了，就很开心的。因此我们这个心慈善法的话呢，如爬山一样的，造作恶业的话呢，就滚下起来一样，就是不用费力，就非常这个容易。所以说呢，就一定要了解到，就是真正这个心慈善法的人呢，就是现在的确是不多。我们要得人生难得的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呢，自己现在有一种非常深深的这个认知您这样认识以后的话呢，看你的这个晚年呢你上半生呢，就是凡事就模模糊糊都已经过了，但是你从今天以后的这个下半生呢，你怎么样的方式来度过，就是这是权利在于你自己这个身上你还是跟以前一样的，就是模模糊糊就是这样过着呢，还是重新呢，就是这个我们这个藏地有个俗话叫做不知道好不好用就重新穿衣服，重新拴腰带。他们经常有这样，那这样也可以吧？就是因为以前呢，就是自己穿的一点都是不整齐，然后重新穿衣服，重新拴腰带，那重新系腰带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的话呢，要这个重新做人呢，就是有些人真的会这样的，就是自己的下半生呢，还是变成一个修行人得那么重要的人生呢。如果我这样耗尽呢，太可惜了，就是会这样想。
就是所以，对此呢，就是深思一番之后，想到自己如今已经获得了真实的厦门，你这样反反复复观察之后，自己在这么多的这个人情当中呢，获得了厦门，应该呢就是感到无比的欣慰和欢喜就是喜悦，就非常的这个欢喜，就觉得，这么多人当中，就是我现在就是有了真正这个修行佛法的这个机会这是。特别特别的难得，虽然其他的这个名拿利就是什么都没有，但是这一点就是非常的这个就是荣幸，就是应该有这样这个想。如果厦门的所有的功德十全十美，那么从今天起就真正实现了所谓的珍宝人生就是厦门的上面所讲的所有的这些完整无缺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从今天开始的你就变成了一个。这个珍宝人生，但是希望呢，就是要长期的。暂时呢，考上这个这个厦门的功德全部具足，过2天呢，就是全部一个一个的掉了，就是那这样非常这个可惜的，就是应该要具足。那具足的话呢，就叫做是这珍宝人生就是吴光尊在《心性修行》里面呢，就是讲珍宝人生的时候呢，主要。这个文思修行就文思修行净化意义，然后呢，就是自己调伏自己的这种这个善门，就是心智善法，然后劝别人也这个心智善法就劝别人也是心智善法。这种这个心智善法呢，就是如这个山王一样的就是修行山王即稳故，必当先人身传相是吧？就必当先人身传相，无论在家或出家，即是珍宝至人身，就是所以说呢就这种人呢就刚才所讲到的就是像修行呢，就是如这个山王一样很稳固的，不是这2天我还是修行，2、3年以后的话呢，又开始这个完全的变了就完全的变了，就是不行这样的。真正的这个修行人呢，10年前你还是这样的，20年后呢，就是你也是这样的话，这是真正的这个修行人呢。有些修行人就是不能这个怎么说经得起外缘暂时好像就是你在上10年前在学院里面，在金刚道友的这种监视下、监控下，在这个他的一些监听下呢，你还是比较这个规矩的。然后他的这种监视器一放开以后的话，那就是完全放松了，就开始这个发疯了一样，就跳起来了，就这样的不行的。就应该要长期的这个心思，这叫做是真正的这个珍宝人生就珍宝人生。假设还有一些这个就缺憾不足，那么即使世间方面的这个聪明伶俐智勇双全，但也不能称得上是珍宝人生就是如果你上面所讲到的这个18厦门或者是所有的这些无暇全部没有愿力的话呢，那么就是实践上呢，你再怎么样这个聪明伶俐智勇双全或者说这个地位显赫智慧超群以及呢就是美名鸳鸯等等，就是如何的这个功德具足的话呢，其实这个呢就是不叫做是珍宝人生我们实际上有很多成功的一些企业家，有一些这个领导包括一些国家这个总统总理那么这些人是从实践角度上，这个人是可能很了不起。可是你过了这个几年以后的话呢，你的这个业力现前呢，不一定是很那个就是值得有意义的。也许的话呢，你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堕入这个恶趣的一种就是前兆就是堕入恶趣的前兆就是我们这个古人呢有这种说法，就是堕恶趣之前就是当人王就是堕入恶趣之前的话呢，你要造很多业，就是还有一点没有慢，就是所以说你变成一个国王，就是然后就直接下堕，就有这样的说法。所以说就是没有什么可值得这个稀有的，这种呢就是算是普通人，或者称为是相识者，或者呢就是叫做是在惑者、无形者，这个空泛者。那么这些人呢？就是叫这个相识的人生就不是真正的这个珍宝人生。你在实践上是再怎么样有能力有智慧就是现在实践的一些大学的教授有些博士道士，什么博士生道士或者博士后有些院士就这些实践上的话呢，好像觉得是自己是就非常了不起的，也许对这个实践的某一个领域当中是有所贡献的，但是实际上呢，你就根本就是不知这个善恶
就是造许许多多的这个恶业的话呢，这就叫做是边鄙的这种野蛮众生悟光尊者也说了，什么不知三恶性非法，跟随具足，什么跟随具足相是身，纵然转业，纵然转身欲中途，什么意识边鄙野蛮心是吧？大概这个吧，就是意思说，这个虽然你这个转生到这个人间，但是呢，你因为不知三法，就是经常这个心思废法就心思这个废法，还有呢，就是造各种各样的这个恶业。那这样的话呢，这种人叫做是野蛮者、边鄙者，也是持这个邪见者。实践当中很可怕的有些人呢，不相信因果是，不管是在其他方面是再怎么样有智慧有能力的话呢，我们是指的是不沾贪的就不沾贪的。因此，我们作为一个这个真正的这个佛教徒的话呢，在其他方面呢，就是最好不要就是特别的这个希求希望我们的有些这个出家人呢你今生当中有缘那个出家的话呢，这个持清净的戒律，好好闻思修行，自己的心融入这个法很重要的。作为一些在家人的话呢，那么自己也是应该持这个清净的戒律，同时呢，好好的这个闻思，这样无论在家还是出家人，都是这个持有正报人生。否则的话呢，我们就是每天都是希求世间八法。那世间八法的话呢，最终没有什么意义，就是我们自己好好的观察，就是这样以后呢，就是才应该会明白就是明白这个道理。这种人就像是这个书中呢，就是握着这个如意宝却无意义的这个好景一样的就是太可惜了。我们这个人生是那么难得的，但是呢，就是一点都是没有用上，就是它的这个价值，就是把这个如意宝就是扔在这个这不净坟当中，就是一模一样的，或者呢，已经到了这个珍宝尽洲而却空手而归一样的。你到了这个黄金遍面大地的，就是整个荆州，可是你回来的时候呢，连一块这个做戒指的这种这个金子也没有拿来，然后你自己空手而来的话呢，很多人都觉得你太可惜了。你看那么多宝贝的话呢，你最少也是给我带一个耳环拿来就好了，怎么这样呢？你真的笨得要命你这个笨蛋！会这样说的，真的，我们来到这个人间呢，没有心持一点这个善法，其他的这个很多心持善法的能力没有的话呢，一天都是容易的转经轮就是转经轮，连观音行者，那这么简单的这个善法都没有做的话呢，真的很可惜的。所以我们实践当中呢，经常也是看得到，我们周围呢就是很多可怜的众生呢，都这个就来到世间就失去人生的价值而离开的，就这方面呢，大家也应该这个升起悲心。以后我们自己就是有能力的话呢，就尽量的就是帮助这个身边的这些人。这些身边的人呢，真的很可怜的。有些好像自己呢，就是认为是自己的这种这个智慧就很不错的。现在有些书上面就是说的更可怕的，有些书是我堕落就是越多越深越多是我最快乐的，越堕落什么？他们现在就是社会上说，越堕落是越美丽，越堕落是越快乐，越多的越深是什么这个越有价值，越有贡献等等，就这样的说，那完全是一种这个疯狂颠倒的这个世界。可是呢，人们都不感觉得到，因为你不知道是这个恶趣的这种这个痛苦比如说一个精神病的人呢，他根本不知道这个监狱里面的痛苦的时候呢，他就始终拼命的赞叹这个监狱，然后呢自己就开始这个做犯法的事情了。那有正常的人呢，就一看到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句什么言行举止的话呢，就是非常可怕的。可是呢，就是劝也劝不住，他完全精神已经失常的话呢，那谁都就是无济于事。所以从我们现在实践当中，真的是我们这个身边的，如果说是你笨的话，那就是可能他不高兴他不会承认的。但实际上呢，就是也因果轮回的这个规律和时间的真理呢，就是如此。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凡是你这样造恶业的话呢，一定会是来世的时候就是数无量的这个
痛苦啊，就是感受无量的这个痛苦。所以我们呢，自己呢，就是应该就是可能每个人都感觉到，就是遇到这种好的佛法呢，就非常的这个高兴。但是呢，我们还有身边呢，就是千千万万个众生呢，他们呢，真的是处于就是极其迷茫的这个状态当中，不知这个说错就极为这个可怜。所以呢，我们经常就是祈祷上师三宝呢，就是加持自己的相续，自己呢就是应该要造一点成熟楞力。就是其实有时候度化众生需要就是佛菩萨和护法神的这个加持没有这个加持的话，很想度众生，但是呢，就不行了。就是前一段时间有一个道友说，我很想度众生，可是呢，我路上就滑下去了，我现在没有无能为力了，我要回来了。不知道他路上真的滑下去了还是什么？他有个双关语，我也不太懂。我本来想很度众生，但是我路上滑下去了。所以，如果没有诸佛菩萨的加持的话呢，我们也是会路上滑下去的，就是不能实现。下面就是说这个这种人就刚才讲的，然入颂当中这样说的，或者人身报得母理难别，诸无厌念人岂不见空好它这里面就是通过几种不同的一些这个内容来就是说明，就是得人身就是非常难得获得这个人身呢，就是得到这个如意宝这个比较起来呢，就是无法这个相比的就是如意宝的价值呢，只能就满足这个基层当中的一切这个饮食生活比如说我们得这个得奖就中奖，就是得这个1000万美金的话呢，那么这是精神当中呢，我可以买各种什么这个房屋轿车就是等这个享受生活而已。但是人生几十年过了以后，对来世的享受呢，就是根本没有办法的这个时间的钱财的这种能力呢，就是非常这个有限的。可是我们得了人生，依靠这个人生真正这个信实三法的话呢，就是完全是可以就是自度他就完全就是超越呢就是三界这个轮回。所以说呢，得人生跟这个母理宝呢，完全都是没有办法比的。可是我们实践上呢，就是对这个轮回一点这种严厉性的没有，然后一点这个思维这个能力的没有就这种人的话呢，经常把就是像如意宝那样的这种人生的话呢，就空耗而过去，就非常的这个可惜所以我们每个人呢，就是这次得人生的话呢，他不能就是随随便便就是空耗过去，一定要每天的是把这个时间呢就是用上。其实对人生的这种珍惜呢，就是对时间的这种珍惜，把时间呢就是看着这个生命一样的，就是把它呢就是掌握好，然后呢就是这个拥有的时间当中尽量的这个心持善法比如说我们这里发心人员呢，就是尽量这个发心，然后这个发心不能这个缺，在发心完呢，或者是有空余的时间的时候呢，就没有必要就是今天的是就是什么懈怠就是这个懒惰出睡懒觉就是天天都是这样的话呢，那就没有必要的。这种人的话呢，可能自己修行也是不成功。以前虚云老和尚的这个传记里面说是有2个和尚就是认为大方丈不在，今天可以睡懒觉，就是一直睡懒觉，结果就鬼神来了就是然后就是把他们狠狠的这个处罚了就是有这个公案的，就是所以说就是不好好这个珍惜时间，不好好修行的人，鬼神也是经常就是给你这个找麻烦的。自己很精进的，很这个善法方面就是意乐特别强的就不管你生病出现什么违愿，什么都不在乎的那种人的话呢，即使非人和一些鬼神呢，就是想与你这个造一些违愿，也是不成功的就不成功的。所以说我们就是千万呢，就是不能把这个人生呢就是空耗过去。余俗身上舍得王为难别，诸无恭敬者，岂不是等判就是那么我们这个遇到了巨小的这样的这个上师的话呢，就是获得了世间的什么这个帝王这个将相的位置就是那样呢，就是根本没办法与他这个相比的。可是世间当中呢，就是有很多没有这个对上师恭敬心的这些人呢，把上师也是看着就是自己的一般的一些世间的这个朋友那样的对待，就一点就是恭敬心的是没有。那这样的话呢，上师相续当中的真正的佛法的这些智慧和境界呢，就没办法就是获得的就是没办法获得的。所以那个就是悟空王尊者在《敲觉宝藏》的那边吧就是说是那个上师思维凡夫力加持
就上师思维凡夫理讲，上师如果你看着是一个凡夫人的话呢，那么这个人呢，在从这个上师这个遗传下来的这种价值呢，就绝对是得不到的。如果你把他上师呢看着一个佛的话呢，就是获得了佛的价值；如果把上师看着是菩萨的话呢，就是获得了菩萨的这个价值；如果把这个上师呢，就是看着是一个商的人的话呢，那么就是获得了商的人的这个价值就这是事实也是这样的。比如说上师呢，就是说一句话就是说不能散乱。如果你把这个不能散乱两个字呢，像佛的语言那样来对的就是我的上师说的，他的金刚语呢，你看说不能散乱三个字，不能散乱四个字，那四个字呢，肯定有4个不同的含义。哎呀，太荣幸了。我好高兴啊！上师的价值好大，我从今天开始不能散乱的话，那你得一份有一份恭敬，得一份就是法力，就是应该说你获得。如果是什么不能散乱，你自己的这散乱，你上师跟你自己天天的散乱，你还说我就没什么事呢。那这样的话，那就是肯定得不到任何的这个价值。所以说，上师看着这个普通人呢，还是有很多的过失就是什么人生难得尽也的，佛法难闻尽也闻，此生不想什么今生度何得什么。对，根得何时度此生，就是所以就什么时候呢？就是真正让就是度到就是今生，就是应该我们现在遇到这个佛法和遇到这个上师的时候呢，尽量的自己要这个获得解脱，就是这方面发心。求法信女以得观为难比，诸我背信者，岂不见炮时就是求这个就是发菩提心，数次呢就是菩萨戒律就这个是非常的这个难得。我们实践当中得到一些官位得这个什么局长的位置、处长的位置、科长的位置或者说官家等等等，就这样那样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没办法上臂的就没有办法。可是没有背信的人的话呢，不珍惜自己的菩萨戒就经常与这个道友或者是与其他的这个众生呢，就是以这个恶心就是对待，就是将菩提心呢，就是像这个石头一样，就是抛弃，就非常这个可惜就非常可惜。得须不观顶，轮王未难比，诸无誓言者，岂不复动牛？那么获得了这个密宗的须部当中的这些观点的话呢，非常的这个难得实践当中的一般的这个专任王的位置呢，就是极为的这个难得。以这个相比较起来呢，就是无法比的。可是呢，密宗的这个根本就是誓言。有些人呢不受誓言没有这个誓言的话呢，那就是所有的这些加持功德遗传这个智慧就全部都是会付之东流就是最后呢自相续当中也是不但就是得不到任何利益，反而呢就是堕入这个恶趣。所以求密宗的现在的很多人呢，就是也是他根本没有想到是说什么就是得观点修加行什么受誓言修加行这方面不重视。现在很多人就是要想得观点就是得这个观点，得那个观点。可能想是得观点的时候有一点吃的，有一点喝的，就是希求的可能这个吧，不一定是真正获得了这个价值和成就。如果真的价值和成就的话呢，那他的根本就是要修加行，他的根本就是要受誓言如果这两者你没有考虑的话呢，那光是这个举行一个仪式，不一定你的相续当中真的有大的改变。这一点我们自己也是可以看得出来。任何一个修行人呢，他对这个誓言非常重视，他对这个加行特别重视的话呢，那么他的这种修行呢，越来越有进步就是日日增上，就是可以这么说。如果他的这方面是没有重视，今天跑到那边去，明天跑到这边来，天天的是就是求一些新鲜的法的这些人的话呢，最后自己的相续呢，愈发背道而驰这是我们亲眼这个所见的有目共睹的事业。然后呢，说这个见心性本面，诸佛就见诸佛难别，诸无精进者，岂不见迷乱？我们通过这个上师的巧诀见到了这个心的这种本来面目的话呢，其实这是这个非常难得的。你在这个偶尔的机会见到佛陀或者是见到一些这个菩萨就是这些都不是很重要的。真正是你认识到自己心的本来面目的话呢，这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难得的。可是呢，有些人是应该有这个机会的，但后来没有好好的这个
利用就比如说你在上师面前呢，就是已经这个见到了这个心的本性了就真正是通过上师的这个窍诀来，你就认识了心的本性。可是后来呢，因为可能种种的散乱和原因呢，没有这个继续的这个护持的话呢，就像智悲光尊者所讲的一样的，就是初学者呢见到这个心的本来面目，或者是开悟呢，就像是云间的这个云间出的太阳的光一样的，就是一会儿的被分被无云遮住同样的道理，我们如果呢，就是你这个在密法当中就是依靠上师的窍诀见到心的本性的时候呢，不断的要这个修行就是一直要这个修行。我看我们很多人应该得了很多的一些修行和教验，就是对自己的心肯定是有所体悟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要不断的这个串习，不断的修行，否则的话呢，就是到了一定的时候也很容易这个迷失就很容易迷失。所以没有精进的人呢，就是起不见迷乱。今天讲到这里。Sonam dei tamse thobanya tonne de jana pase jirgana jirano chupai chupun zonen droa droa bandrangara badna sadorda bandrangara badna sadorda bandrangara badna sadorda